太后将我指婚给虞公，那个曾扬言要娶我的太子，却嫌我戍边10年不复昔日娇美容颜。带上来。华空，他是哀家费心养大的儿子，至尊雍仍的玄王。你成亲后定要恪守妇道，不可辜负了他。娘娘，臣女在边战中失去了父兄，宋家如今无丁可继，望娘娘开恩，允臣女再续香火。大胆宋华空，敢挑剔玄王殿下的不是？难不成皇家天威还不及你宋家香火来的珍贵？皇家天威，那是我宋家军流血千里、戍边10年换来的虚荣。若无我父兄舍命拼杀，你们这群贵胄早已是边族的刀下鬼。娘娘可还记得？10年前，臣女随父兄出征，太子殿下曾追到玄武门外，当众许诺，若有朝一日臣女得胜归来，他愿红妆10里迎臣女入宫为妃。敢问太子殿下一句，当初的诺言，如今为何不作数？李玉成，你在怕什么？怕这双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眼睛看穿你的愧疚和恐惧吗？宋将军，太后念你劳苦功高，才将心爱的玄王殿下托付于你。10年前的戏言，你也敢拿上台面来说？当年太子殿下年纪尚轻，见将军恋慕，一心想为国分忧，才好心宽易。如今别说是太子妃，就算是做妾，储君房内也得是芳华闺秀。宋将军，你也不自问，你如今芳龄几何？本将军20有妻，有何不妥？想要芳华之人，年年都有。只是本将军戍边10年为百姓谋生，在丞相眼里，数千万百姓的命竟不如为太子殿下开枝散叶重要。苏丞相，你可真是忠孝至极啊！你这破财！够了，华空，你失言了。今日哀家念你久不在宫，礼节生疏，不与你计较。下次再犯，哀家只能治你居功自傲之罪，严惩不贷。娘娘教训的是，臣女失言了。只是话说到这儿，臣女便再多说一句：当年婚约全然是太子殿下一腔赤诚。丞相说臣女爱慕殿下，着实谬谈。若不是当初父亲临终让臣女收约，如今我将军府里的幽灵怕是要住满院了。他李玉成一向桀骜，定是恨透了我当众骂他连幽婴都不如。想当年我情窦初开，竟最喜他这份桀骜，当真所托非人。盯着这把剑做什么？这剑柄里藏着先皇御赐的密诏，宋家子孙非谋逆大罪不受过。我今日不过是顶撞几句，谁能定你的罪？孙儿确实曾说过要与宋家结亲，只不过孙儿要娶的不是宋家嫡女宋华空，而是宋家次女宋叔叔。哦，竟有此事！你这孩子怎不早告诉哀家？自然要择吉日，今日便是吉日。孙儿已经让人带他来了。若非那个间谍临终前哭着托我照顾，我都忘了还有这么一号人。长姐，请您不要责怪太子殿下。如今看来，李玉成给他画的笔不亚于当年追出玄武门的真诚。叔叔能得殿下垂怜，不过是惜我年幼，模样也堪堪过得去，好一副明褒暗减的贱人样。若长姐年轻10岁，皮肤也不似风吹日晒这般颜色，2、3句话就想把人踩进泥里。还是不要叫长姐吧，你娘到底没入得了我宋家祠堂。叔叔姑娘，还是莫要忘了自己亲娘的姓氏才好。入不入祠堂有什么关系？叔叔总归是宋家的骨肉，是宋老将军和真正所爱之人的女儿。若宋老将军在世，定将她爱如珍宝，绝不像你这般粗鄙。殿下定是极爱宠这位叔叔姑娘，不知殿下是否有意正聘，求娶她做太子妃？名分我自然会给。至于宋家香火，既然已经有更年轻漂亮的女子代劳，就不劳将军操心了。玄王乃千金之体，国师亲接凡胎，
若能让将军一举得子，实乃宋家之幸，黎民之福啊！太子说的极是，华空，哀家还等着抱孙儿呢。为人君臣，公然亲下功臣，除了羞辱我，只会让天下人寒心。也好，我就让你们的恶行更显眼些。华空，你笑什么？太后，若我今日仗剑抗旨，誓不嫁给这条狗，您当如何？大胆！董华空，不要仗着有先帝御赐宝剑就为所欲为。这剑保得了你一人，可你那些出生入死的下属将士，难道就不会因为劝谏之责而获罪吗？这是赤裸裸的威胁，用我将士的名逼我嫁给一条狗。太后用全体将士的命逼我嫁狗，不出盏茶功夫，这消息便会传遍京城，这就够了。这劣种黑狗湛蓝双眼，极易发疯暴毙。太后是想等他咬死我，或是等他死后让我陪葬。长姐，父亲临终前来信，命你这位长姐好生照顾。你就是这么照顾的？善妒的女人最丑陋了。长姐如今这把年纪，这副越发与男人无异的样貌，还敢肖想龙姿凤章的太子殿下，当真是被边疆的风吹傻了，才会觉得自己配得上太子。往后你守着这条狗过日子，若是缺了肉食，尽管来求我这个太子妃，妹妹定会赏你几块骨头。长得倒是不错，可惜一半像他娘，一半像我爹，看着真晦气。你当真不怕我手中的剑？长姐，你这般恨我，无非是怪我年轻貌美，抢了你的男人。你那把剑护得了性命，却阻止不了太子殿下的厌恶。你若敢伤我，殿下定会恨你入骨。到时你就算有命在，殿下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别玩这种反叛的把戏，博取关注了。这不是话本，别学你的母亲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触我的逆鳞？他吃宋家的饭，穿我的分内，学着如何媚男人时，我正被我娘逼着读兵法练银枪。在边疆，我凭一己之力让万军跪服。男人在我眼里和狗没什么区别，无非是兽性慕强。只要你比他更狠，他就会跪地称臣。太子会有什么不一样？不过是长得比这狗俊俏几分罢了。叔叔啊，你说的这些，在你看来确实很有道理，可惜是你的格局害了你。我的鼻子，我的鼻子！宋华公，你个疯子，你完了！太子殿下绝不会放过你的！你怎么敢这么狠？爹让你照顾我。对啊，爹临终前求我照顾你一生一世，保你荣华富贵。可我没答应啊！我不但没答应，还告诉那个老东西，既然你这么舍不得他，你等着，我很快就送他下去见你。叔叔，宋华空，你个贱人，你竟敢动他啊！宋华空，你敢！哼，什么忠孝教义，那是我死鬼老爹的坚持。他死了，这场权力的游戏就归我了。想杀我，今天可不是好时机。走！堂堂护国大将军，竟真的与一头畜生拜堂，宋家的脸面算是丢尽了。将军求死百战狂，一入宫为便交将，战功难换军心悦，不嫁男郎嫁犬郎。美貌对李玉成那种人来说最重要。叔叔，不知你那被我毁掉的鼻子，还能不能换来你毕生所求的名分？咱们将军战场上威风，还以为回来能嫁个贵族，谁知嫁个畜生，真他妈晦气！嫌本将军晦气，
行刑，每人50军棍。50军棍，这只是利息。当初我刚从军，你们这群畜生对着我说女人脱了衣服给男人暖被窝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今天。这下你们连狗都不如喽！狗子还能下小狗？你们这屁股开花的样，怕是这辈子都生不出小人了。走吧，宣王殿下，咱们入洞房。憋了一天了吧？出来。狗似的，怎么又不想当人了？华孔，抱抱。少年的肉体真好。激情、厚重、一往无前的冲锋陷阵，确实适合我这种年纪的女人。一夜春风，倒叫我觉得年轻了5岁。男人能支令的岁月就那几年，成了名正言顺的夫妻，反倒有了束缚，哪有这偷拍的妙？华孔，舒服。阿北，给你找了个兄弟，你瞧瞧，和你像不像？瞧这蓝眼睛，还有这副未开化的傻样，简直一模一样。不要，兄弟，滚！华孔，别看他，看我。小样，占有欲还挺强。他叫黎贤，是我从箱子里带回来的样本。编族将孩子与野兽同养，锁在箱中，以此练就顶级体能与柔软骨骼。我抱他，不是因为同情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抓到了立功的机会。我教他说话识字，他便教出编族战阵。从此，宋家军不再仰仗我父兄的身威。华孔，我一直不喜欢你，你太像你娘。杨凤因为口是心非，比牲口还犟。我娘那是孬种，堂堂侯府嫡女，被你冷落20年，到死都守着虚假的正妻名分。爹，我不像我娘，我自小不会爱人，只想杀人。就算天要亡我，我也要把这天给掀翻了。华孔，开心？是该开心，有件喜事。黎贤，我与这条狗成亲了。成亲的意思就是要我永远和它在一起，还要生小崽子。不要成亲！我不许！不许！华孔，是狗，跟我。我也想同黎贤成亲，可是有人不许。谁？我杀了他。你打不过他，我也打不过他。不怕，
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偷偷嫁给你。你看，刚才咱们做的事儿，就是要生崽子的事儿。可是没人知道咱们成亲了，没人知道你是我的夫君，你会难过吗？这些年打仗，他藏在我军床下，行军他隐没在士兵里，他的世界只有我一人，从未想过要被旁人知晓。李显，正因为别人不知你是我夫君，他们就会趁你不在，再逼我和别人成亲。不要让人知道，要让人知道我是你夫君。好，那你要受点苦。不怕苦，只要能让你是我的，什么苦都行。从明天起，你要和狗狗做兄弟，而且我还要有一段时间，在人前装作很喜欢它，很宠它。花空，真的要喜欢他吗？离贤虽不情愿，但怕我不要他，只能勉为其难和玄王做兄弟。他本就是死士头领的苗子，兽性极重，训这畜生不在话下。这几晚他懂了炫耀，故意让那畜生看着。这3日，我每天都往宫里递一封如胶4年的奏折。将军不愧是男人堆里锻炼出来的巧者，哪怕一只公狗都能欣然笑纳。若当年婚约照旧，不知将军对我是否如对这畜生一般亲热？自然不同。我夫君已然封王，太子却只是太子，圣上病重，殿下年过儿帝，却无监国之权，不过是太后养在东宫的小宠物，哪有我夫君王爵加身来的风光？你少阴阳怪气！一条畜生，不过是皇家用来折辱你的手段罢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算盘。你想让人看到为君不仁，可惜你只是个女人，谁会在乎你的功名？你父兄死了，你撑不起将军府。东爵的侯府长孙、明威将军的后代都长起来了，你以为朝廷的兵还姓宋吗？一条狗给不了你什么。你我青梅情谊，我不忍心。未来太子妃的鼻子是不是已经烂到见了腐？是不是整日不浴，爬了蛆虫，散发腐臭？你下不去嘴，更没法让他生个带宋氏血脉的孩子去笼络老将。殿下，你急坏了吧？宋华空，你太恶毒了！眼里没有同胞，没有君臣，你只有你自己。是的，我这人浑身都生出的孩子更多。殿下高洁，消受不起。小的告退。李玉成果然气急败坏，连穿过的旧靴都还了回来，正好。玄王，去闻闻你皇兄的味道。好好记着这个味道。从明天开始，
给他喂更大的活物，直到能咬死比他大1倍的猎犬。黎贤，你帮我一起训，我要他的体魄在高强度训练下看起来依然完好无损。李玉成说的对，我年纪大了，我日日礼佛，就是要让全天下看到我嫁给狗，却执着求子的惨相。这宋娘子真是菩萨心肠啊！就是，也不知道那李大人是怎么想的。皇天不作人，天狗下凡尘。将军自夜梦犬啸，咬得娘娘哇哇叫。皇天不作人，天狗下凡尘。将军自夜梦犬啸，咬得娘娘哇哇叫。虽是嘲讽太后的诗，但流传太广，法不责众。在权贵眼中，这只是渔民的梦话，但在民间，这却是神话生根的温床。让开，让开！哎，你干嘛？将军，3桩大喜：1. 苏晨破东决凯旋；2. 太子妃宋叔叔怀了；3. 第3，神话成了奇迹，我也怀孕了。太后懿旨，传宋将军即刻入宫回话。回禀娘娘，臣女胎相不稳，难以面试。就按这上面写的回。指婚当天，太后亲口说，玄王乃千金之体，国师皆生，气运非凡。若臣女得子，那是黎民之福。如今臣女感激娘娘金口预言，终于得偿夙愿。宋华空，野种到底是谁的？李玉成，看到你祖孙俩引以为傲的后盾竟然坐在我的厅堂里，这种滋味如何？殿下，臣只是念在父辈旧谊，特来恭贺宋将军有喜。臣刚到半炷香时间，绝不多做停留。恭贺！我竟不知靖远侯什么时候和宋将军如此要好了，连他这来路不明的种，你都要上赶着照拂。殿下慎言，本将军的孩子自然是玄王殿下的亲骨肉。您说来路不明，是对皇叔大大的不敬。子渊，你怕什么？咱们清清白白，就算是太子，也不能污蔑咱们的关系。真是花猫变不成老虎。靖远侯，你这么怕他，莫非小时候被他揍出阴影了？宋将军，我自幼受太后恩惠，太子更对我启重如家。你今早派人请我来品茗，又故意让他撞见，到底是何用意？我本不愿来，可那石封记载着他在东局凯旋真相的信，让我不得不来。你在东决献策助我承你的人情，可你为何要挑拨我和太子的关系？回朝路上，我也听说了你与玄王那些事。既然是太后恩赐，为人臣子就该领受。心里不服是你的事，何苦非要拖我下水？拖你下水？苏晨，你太看得起自己了。这京城的死水，你不下来，我也得把你吞下去。下水别下水了，我这人不喜欢别人欠我人情。你此番还了，要想上岸，自己努力吧。速克！苏晨为了和太子重修旧好，果然卖力。毕竟比起我这个债主，他更信赖那个偶尔给他一耳光的主子。传苏大人入宫。将军，旨意下了。苏晨进了荣恩诀，
可他手下的副将全被太后调了职，府里的兄弟也被委以重任，散往各处。进爵，那是夺权，他这爵位还没之前的侯位金贵。补品送的再多，也挡不住这些苍蝇。你去荣恩府走一趟，记住，无需进去。那小的干什么？你就站在他府门口，拉住他的人寒暄2句，动作要急，神色要慌，给那些盯梢的做出一个报信的样子来。好狗。给我围起来！不要！放开我！滚出去！谁也不许进来！放肆！滚开！护驾！护驾！这场戏入场的人到齐了。玉成，我的玉成，请太后娘娘为臣女做主。太子殿下趁臣女落单小气，竟滥用权势强闯臣女小船，企图行那轻薄之事。是你，明明是你！若不是玄王心系我腹中孩儿，及时赶来护主，臣女此刻早已一尸两命。求娘娘看在玄王爱子心切，恕他救主无罪。宋华空，是你，明明是你和苏晨私通，被我发现，已经纵狗伤我，毒妇，毒妇！殿下，娘娘，臣不知为何会有这种误会，臣真的没有啊！你敢说没有？你四儿，带四儿上来！娘娘，小的昨日亲眼看到宋将军派人去荣安爵府上传递密讯，今日又乔装去了荣安爵常去的柳巷，小的觉得事有蹊跷，这才禀告殿下。殿下是为了维护皇家清虚，才带人去花船查探。殿下当真是一片护国之心啊！所以呢，荣恩爵来了吗？荣恩爵可曾在船上与我私相授受，被你们抓了个现行？相反，太子殿下轻薄臣女，臣女这一身伤痕，皆是铁证。华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还不快把衣服穿好！连狗的孩子我都愿意生，我的人生有远比名节重要太多的东西。宋华空，明明是你，你自己弄伤，是你嫁祸我，是你嫁祸我，太后，求你！娘娘，当时柳街围观百姓成百上千，您若不信，大可随意抓人来问。
臣女与太子在舱内争执时，护卫数次想要进船，皆被太子厉声喝退。他若不是心不轨，企图轻薄，何必心虚不敢见人？污蔑！太后，这个毒妇，她是污蔑！没错，是我设计了你，李玉成。这一局，你拿什么翻盘？我故意透出与苏晨有染的假消息，引他捉奸，趁他闯入，我亲手撕开衣服，抓伤肩膀。李玉成自诩高洁，喝退侍卫，本想全我冥界，却不知这成了他自绝神木的画饼。太后明鉴，太子殿下他轻薄我。宋将军莫要太抬举自己的姿色。太子与宋家早有婚约，他宁愿纳你那毁了容的妹妹为妾，也不愿娶你。如今他有何理由轻薄你？若世间女子被轻薄都要讲姿色，那丞相理应休了夫人，娶你那外室为妻。毕竟在你心里，她更为貌美可人。你胡言乱语！太后娘娘，殿下与将军各执一词，臣等不敢妄议。但自古将领私相传授勾结，皆是亡国大患。将军同荣恩爵确实不该如此亲近。臣斗胆，请娘娘暂收二人兵权，交由廷尉询问。待查清嫌隙，朝中上下方能安心。终于来了，这才是你们最终的底牌。大人的意思是我宋家世代忠良，到了我这一代，凭空生出反叛之心。若真如此，这先皇御赐的宝剑，臣女当真是不必再执了。将军教训的是我莽撞。将军忠良，自不会做有伤大统之事，那么便有劳荣恩爵受苦，交出兵权，接受刑部盘问。自此，你同宋将军的清白便可分明了。正是，晨儿，你是哀家看着长大的，又是荣恩爵，身份尊贵，你的供词，朝中无人敢不信。晨儿，为了你自己，为了皇室血脉，受苦了。水被搅黄，办不了我。废了苏晨这个自己人，夺回兵权，也是他们的算盘。高位者总以为弱者的颤抖一定是怕，可那是聪明人的反应。愚昧的弱者总是会用颤抖来掩饰他即将激进的行动。10岁那年，我见过苏晨被凶战按在沙地上打得血肉模糊。所有人以为他晕了，可下一秒，他突然一跃而起，抓起石头狂砸兄长的头。有一种人在濒临险境时颤抖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极度兴奋。他在设想绝地反击，身体承受不住那股疯狂。为什么？这跟我没关系啊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我没想和他有牵扯，为什么要抓我？我不懂。我是很忠心的。我忠于太子，忠于娘娘，为什么不信我呢？要怎么才信我呢？上手！他绝不会交出兵权，那是他唯一能从地上捡起来砸向敌人的石头。要怎么才肯信我？理智摧毁的瞬间，只需要递上一把剑。荣恩爵尊贵，官去刑部是把他当成囚犯吗？
荣恩爵杀了玄王殿下，救了太子殿下。你杀了玄王，你杀了我孩儿的父亲。碧莹娘娘，奴才分明用了最结实的麻绳拴住玄王，可不知他突然发了什么疯，奴才有罪。娘娘，荣恩爵虽斩杀玄王，却实属救驾之功，乃无奈之举，还请娘娘明断，切莫责罚功臣。娘娘，玄王在民间声望极高，他是天狗化身。百姓愚昧，晓得什么？你们为朝廷办事，要懂得镇压惩处，不要太过仁慈。人情，那就看看这民情究竟能激愤到什么地步。他生于优渥，儿子争气，这太后当的从未费心。可如今皇帝病重，子嗣单薄，扶持李玉成这撮子将军也没见成效。罢了，让荣恩爵暂回府邸，必经禁足，兵权之事暂缓裁夺。宋将军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？反不反？你竟然逼我造反！不是我逼，是他们逼你。谁逼我？太后和太子。不，太子绝不会这样对我。我们自幼一同长大，我事事听他的，刚才还救了他的命，他一定会保我的。7日之后，我会派人去你府上。想好了，到时候告诉我你最后的决定。太后命我不许用人棺发丧，不过是想泄愤。她想告诉我肚里的孩子无论谁的，在她眼里都是畜生。这种羞辱对深闺女子有用，对我连自尊都能舍弃。等下要做的事，怕不怕？不怕，就是臭。以前你浑身屎尿的时候，可没见你嫌臭。以前我是狗，当然不怕。现在我有华空，我是人了。但为了华空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等我，娘子。我亲眼看见这人从这么小的盒子里窜出来了，他窜出来了！天降神子，天狗下凡，国运要易主了。想好了。烦。明卫将军为太后留下了3000骑兵，个个精通飞天之术，皇宫易守难攻，这要怎么办？骑兵我看是死兵，跟我走。
明威将军，太后那个早死的战神儿子，他留下的5000骑兵是太后最后的底牌，可惜死的悄兮，连先皇临死都要向他求饶。鹰隼目标虽小，尚不能百发百中，人参更大，有90%胜算。血滴子，你暗中操练了血滴子？这900个兵全交给你，你来打头阵。这利器见血封喉，任凭飞天遁地，脑袋都能给你摘下来。这900人，我都给他们娶了妻，生了子，自此对我死心塌地。你不是在跟我合作，你这是在救我。若我执意带兵护卫太后，两军对阵，我必死无疑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将军职责，攘外安内。攘外可不计后果，九死一生。至于安内，安内又何必多费一兵一卒？离贤从狗尸中复活，百姓只信眼见为实。玄王重生，帝后暴毙，这就是要改国运的天意。荣恩爵与我不过是顺势而为。我不调教想咬人的老虎，全部斩杀，一个不留。把他拖下来，免得一会儿溅出的血脏了我的椅子。宋华空，你就算把哀家拖下去，哀家也曾稳坐凤位，而你爬得再高，也是从泥潭里爬上来的奴才。君就是君，奴就是奴，你改不了骨子里那股卑劣的贱血。不，别打了，好疼，疼死哀家了，求求你。谁是君，谁是奴，谁高贵，谁卑劣。你是君，是我卑劣，我卑劣，求求你！你看，改变血统竟然这么简单。了结他，我若动手，就没这么利落。等一下，宋华空，告诉我，如果哀家当初没让你嫁给那条狗，你会不会杀我？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想反的？是玉成悔婚的时候，还是你10岁闹着要出征的那年？你的问题太多了。我看上去是很闲的人吗？杀！岁万岁，万万岁！华空说过，胜利那天，我会得到最想要的东西。我要。我相信他是真心的，只是他还不明白，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我们注定要走上一条怎样的路。娘娘，魏王宫的横梁上吊死了一个没脸的女人。先回去洗白白等我。自被我削掉鼻子，毒性便侵入他的肌里。能熬到今天，全凭一口不服的气。如今满盘皆输，他死得憋屈。娘，
您说，宋家的女儿是不是都抱怨过这人世的不公？先太后死前问我，是什么时候想反的？是悔婚，还是出征？其实都不是。时间怪圆，大兵聪慧，直秀岁，定庆外长。爹爹，住口！女孩子家不许女红学打仗，将来你是要骑在婆母头上给我宋家蒙羞吗？阿空，你真的很贱，这种争强好胜的手段只会让我丢脸。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疼爱你了。我记住了我娘的话，她死得早，她不知道，其实我爹的脑筋最清楚。被恨的人总能感受到对方的恨意，他怕我，却又离不开我。娘死后，我变成了他心中合格的女儿。诸位，在宴会上，我等少年郎我遇到了天下李无常，为己者，建不世之功。我要让这四海之内都来朝贺我的天威。我陪他谈剑功，谈兵法，谈如何讨好太后。他需要我，我也需要他太子的名分。在军中，他知道了我的好处，可他太想立功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我将他最器重的宋家嫡长子，我的兄长，引入了那个必死的局。我虽冷落你们，却从未苛待。你当真恨我，恨到要我的命？不至于，我只是不想再过趋于人下的生活。爹，在军营这些年，我明白了，手握军权的感觉太好了，不用看人眼色，事事都有回应。我回不去了，回不去那个深宅大院了。华空，你在想什么？在想一个没有阻碍的世界。娘娘，这女尸私生入府，死相不详，该如何处理？让她入祠堂，就在我娘牌位旁边，里面已经有我害死的2个人，不差她一个。一家3口，天伦之乐，那是弱者要的东西，我不在乎。朕的皇子就封为太子，继承大统。陛下，宋华空垂帘听政，密击私臣，置祖宗家法于不顾，请陛下下旨罢黜宋华空。朕不想让皇后太操劳，朕要好好理国。他褪去了野兽般的日气，成了一个成熟聪明的男人。只是，我再也找不到那个满心只有我的少年。皇上名为私访民情，实则连续3日宿于城郊农庄，庄内也是编组异域装扮的女子。知道了。华空，朕这次见到许多令人怀念的边族风情，那里的歌舞烈酒，真叫人神往。皇上若喜欢，多去体察民情也是好的。
死里逃生，幸而有你。是皇上福泽深厚。华空，你说朕是不是不该登基？我是不是就该乖乖待在你身边，只做你的离贤？不知道，当初你是我用箱子抬回来的，你去钻进箱子里试试，看还合身吗？娘娘，边族叛乱，培育了新型兽兵，势不可挡，我军节节败退。你最了解他们的战术，离贤，要不要御驾亲征？华空，你信朕？只有你能胜。谢将军。华空，战争真的能解决一切吗？他们也是人，我们或许该派个使者前去谈和。你原本就是边族人，对他们心存仁慈，实属正常。捷报！我军大胜，全歼边族新型兽兵，大获全胜！你是故意的。你知道会伤，还偏要带我来，你是要我看着同胞惨死，要我和曾经的母族做个了断？了断？你错了，我不是让你来做了断，而是我自己来做了断。李显，你已经彻底走到了我的世界之外，你再也共情不了我的喜忧。对我来说，你已经没用了，该送皇上上路了。将士们都在传，陛下那长相与边族人一模一样。国仇家恨高于一切。娘娘，将士们看着兄弟战死，绝不能容忍帝王对敌族心软。若帝王叛国，国将不国啊！掌握天命的人是娘娘，望娘娘当机立断，归恕陛下。望娘娘当机立断，归恕陛下。娘娘，我错了，我曾不忠，有了其他女人，有了其他孩子。你曾察觉我却粉饰太平，我甚至暗中愿为你对他们痛下杀手。我再也不是你的李显了，我罪大恶极。李显，原来你也知道，你不再是那个李显了。你教我识字，让我一点点变成一个真正的人。你太好了。可当人太复杂了，人的欲望也太复杂了。我想要知足，却控制不住自己。我总想要更多，更多。曾经我的世界全是你，而那些所谓的更多，渐渐成了欺瞒你的谎言。华空，我该怎么办才好？
你在边族被关在箱子里时，过的是怎样的日子？你忘了？我没忘，我知这世上所有族群，人有好便有坏。恶人曾将我变为牲口，但母亲却曾哺育过我。华空，我自私了。你待我这样好，我却依旧想要一份被同族认同的归属。为什么在受尽百般折磨后，你还能记得那一点点好？为什么我却能将所谓的母恩忘得一干二净？或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被全心的爱过。既如此，边族并未灭国，明日我放你离开便是。华空，皇上想散心，臣女便带您来这交界地。你只有一次离开的机会，在马蹄踏出10步的时候，我会射箭。同样，只有一次机会。所以，我是不是死定了？不，你可以赌，赌我的不忍。好，虽然你以后再也不会施舍哪怕一个眼神给我，但我信你。华空，我一直信你。那就用全力跑吧，像离弦的箭一样。驾！放箭！皇上想散心，臣女便带您来这交界地。你只有一次离开的机会，在马蹄踏出10步的时候，我会射箭。同样，只有一次机会。所以，我是不是死定了？不，你可以赌，赌我的不忍。好，虽然你以后再也不会施舍哪怕一个眼神给我，但我信你。华空，我一直信你。那就用全力跑吧，像离弦的箭一样。驾！放箭！放箭！他赌输了，或许他早就知道这是一场必输的赌局。是因为眼睛被风沙刺破，还是因为离弦死了，心在痛？或许都有，或许都不重要。玄帝本是黑犬化身，征战途中气血神衰，待本宫收敛时，尸身已然腐化。他的寿数同犬类一样，已到极限。天狗收回了神力，已经飘然离开了。天佑玄帝，天命所归。父后，父皇临走前，他是悔的，儿臣知道，他早就后悔了。后悔，这世上最无用的便是后悔。他懂得他父亲的不忠，也懂得我的底线，所以他不敢求情。可父子天性，仍让他困惑于这宫墙内的残酷。母后，太师说父皇是天子，天子为何不能像书上写的那样3妻4妾，儿女满堂？当然可以，任何人，无论男人女人，想要享其人之福都可以。你父皇不行，只是因为我不愿。我比他更强，所以他便不能了。
洪昌，你要变得很强大，强到这天下无人敢忤逆你。到那时，你便能做个千秋万代、左拥右抱的帝王。我会陪着你的，我学不会如何温柔相处，但我绝不会像我的母亲那样，留她一人单打独斗。不为别的，只为我讨厌那样的母亲。众卿家平身。陛下年幼，太后娘娘垂帘听政，固然是国之大幸，但军机大权乃社稷之本。宋家军与荣恩爵的部众，是否应归入兵部统一调配？兵部，哀家看你是想调入你自家后院。苏晨，刚才说话的是哪位大人？回娘娘，是礼部尚书王大人。王大人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。苏晨，带他去城墙上吹吹风，帮他记起这天下到底姓什么。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！洪昌，看清楚，这就是权力。你若不恨，就会把你生吞食骨。儿臣记住了。娘娘，朝中不安分的人已经清理了一半。民间关于玄王画狗和太后夺权的传言压不住，压不住就不压，引水入渠，总比毒死河道要强。那900血滴歌现在归谁管？臣一直亲自操练，绝不敢假手于人。好，从明天起分出100人，换上暗卫衣服，贴身跟着皇帝。除了我，谁的命也不听。是。疼爱这种东西，原来是这样表现出来的。我给不了红墙之河，我只能给他江山和道。还没背完。母后，儿臣愚钝，这攻守之事，这不是读书，是救命。你多错一个字，将来战场上就会多死1万个人。今晚背不完，不许睡觉，我去偏田等你。娘，太师说别人的娘亲都会讲故事，您能给儿臣讲一个吗？我没有故事，我只有胜败。亲吻、搂抱，这种黏腻的动作，就是他们所谓的疼爱。我的母亲从未这样抱过我。给不了红长这些。休息片刻。母后，儿臣知错，儿臣这就批阅。吃，这是民间传闻小孩子爱吃的桂花糕。谢母后赏赐，吃个点心也值得掉金豆子。宋家的男儿流血不流泪。
吃完继续。今晚这3份关于边防的折子，你要给出3个对策。国库空虚，边境将士尚在受冻，修缮园林一事暂缓。陛下仁厚，可这皇家威严，太后娘娘，您意下如何？皇帝的话便是哀家的意思。苏大人，你耳朵若是不好使，哀家可以让人帮你割了。母后，刚才苏大人问您的时候，您为何不让儿臣自己处理？你处理？你那几句暂缓，能压得住那只老狐狸？儿臣是皇帝，儿臣若次次都要母后代为开口，他们永远只认母后，不认儿臣。想让他们认你，那就拿出能让他们闭嘴的本事。从今日起，离贤留下的这支暗卫每天陪你对练。站起来！如果你在战场上这么慢，脑袋已经搬家了。娘娘，小殿下这股狠劲儿真像您。像我也好，像他爹也罢，只要不成了那优柔寡断的废物就行。不行，母后，儿臣查过历年账目，拨粮30万担，足以安抚灾民。账目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层层盘剥下来，到百姓手里能剩几口稀的。所以儿臣要派钦差监察。钦差若也被收买了呢？洪昌，你太理想了。去，把苏镇那几个老狐狸叫来，告诉他们，赈灾款少1分，我就从他们家产里扣10分。母后，您这又是威逼利诱。太师说，治国当以德服人。德？你去问问那些快饿死的百姓，是要德还是要命？跟着他，看他今晚会去找谁诉苦。皇上圣明，推行此仁政，实乃万民之福，大兴有望啊！皇上圣明。母后觉得儿臣此举如何？既然皇帝坚持，那就试试。监察使被杀，灾民聚众暴动，怎么会？皇大人明明保证，他保证，是因为他拿了那些贪官的银子。你以为在朝堂上听几声圣明，这天下就真的太平？那些文臣想要名声，所以骗；那些贪官想要名字，所以骗着你。儿臣有错，错不怕。苏晨已经带着血滴子去平乱了。今晚我要那几个支持你仁政的大臣，全家人头落地。洪昌，你要记着，这是你交给他们的买命题。江南，对，还有西蜀，不错。江南水师今日已是司虞刘畅号为。儿臣见过母后。这2位是儿臣新选拔的伴读与侍卫林子熙、周湛。林探花的策论我看过，谈仁政过多，谈兵事不足。周小将军的刀法不错，可惜杀气还不够。太后娘娘，杀气虽能平乱，仁政方能久安。仁政？你家乡去年的赋税减免，若非哀家派雪滴哥杀了那3个贪官，你觉得能落到百姓头上？母后，林清是儿臣的人，儿臣觉得治理江山不该只有一种声音。好，
既然皇帝长了志气，哀家倒要看看你的心声能传多远。娘娘，皇上最近频繁出入兵营，提拔了不少寒棉将将，那些原本摇摆不定的旧部，似乎也有倒戈之意。他在养他的狗。林子勋是笔，周战是刀，他想绕过我，直接掌控禁军。要不要处理掉？不必，我倒要看看我亲手教出来的虎崽子能不能咬断我的喉咙。皇上如今已有先帝风采，太后娘娘也该享享清福了。轻浮，哀家劳碌命，怕是享不了。皇帝，你觉得呢？母后辅佐儿臣10年，确实辛苦。儿臣已经命人修缮了西苑行宫，那里依山傍水，最适合康养。行宫虽好，可惜离太庙太远，哀家怕先帝半夜找我诉苦，说他留下的江山被人做歪了。洪昌，想要那个位置，光靠修房子是不够的，你要从我手里亲手去抢。娘娘，周战动了，他调动了骁骑营3000精兵，封锁了玄武门。林子树在那边调配文臣草拟文书，他们要在今晚请您移驾西苑。3000兵就敢动玄武门，洪昌还是太急了。要调血滴子入宫吗？只要您一声令下，那几个带头的脑袋半炷香内就能摆在您面前。不必，让他来，我教了他10年。母后，儿臣请见。既然带了兵，就自己撞进来。宋家的家法，从不给敲门的人开路。撞门！请太后娘娘移驾行宫。洪昌，你这兵变是为了天下，还是为了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？儿臣是为了大周，母后执政10年，手段过于狠厉，朝野离心。儿臣要开盛世，不能再由血滴子治国。盛世，林子虚，你告诉皇帝，现在急报边族3万骑兵突袭，微臣，你的人证，微臣以你好安抚。安抚，那是去送死。你觉得你带的3000兵能控住京城？回娘娘，骁骑营副将叛乱，已被血滴子悉数斩杀。禁军5万精锐，此刻已接管全城。原来儿臣的一举一动都在母后掌握之中。洪昌，记住这股寒意，这就是败者的滋味。如果你今晚杀了我，你就是真正的帝王。可惜你连剑都没把。周战林子徐下狱，皇帝回寝殿反省。洪昌，快点长大吧，这江山我快守不住了。你的安抚册边族撕了，他们要的是粮草、地盘，还有你这个探花郎季琦。微臣罪该万死。洪昌，你选的人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是杀了给边族消气，还是留着给你继续当军师？留着。儿臣用人不当，月下罪己诏。下什么罪己诏？皇帝无错，错的是没杀干净的敌人。从今日起，我不进朝堂。这3军将士，这满朝文武，你爱怎么治就怎么治。您这是？你不是想要权吗？万一皇上真的……苏晨，鹰不折断翅膀，永远飞不高。他总觉得我在左右他，那就让他看看，没了我这道屏障，他要面对的是怎样的洪水猛兽。我累了，我想睡个好觉。
母后，是儿臣让您伤心了吗？别生气了，朝中的问题我们再谈谈。我没生气，洪昌，我只是没什么好教你的了。你长大了，有志同道合的伙伴，让他们去帮你啊。他们只会说大道理。苏震那个老狐狸带头装病，粮草调不动，兵部在打哈哈。母后，儿臣快疯了。记住，你是皇帝，皇帝的决策不允许他人左右。他们不听话，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杀人的刀。娘，您觉得我可以吗？不可以的时候就来找我。周战，传朕旨意，封锁苏府，带血滴子去。林清，重新起草调粮令，告诉户部，办不成的全家流放。朕的娘亲说了，不听话就杀。我终归是没有老，能做的事还有很多。洪昌，江山给你，刀我替你拿着。娘娘，这身筋骨比在边疆时还要利落。在这深宫里待久了，总得找地方活络血脉。苏晨，新送来的那批苗子练得如何？回娘娘，皆是按血滴子的规矩练的，除了您的手谕，谁也调不动。贪墨军饷者，按律当斩，家产充公。这小子终于学会怎么当着天下的主人了。你要的江山我给你了，但你要的自由得你自己去守。娘，儿臣今日把苏震贬了，抄了他的家，您不怪儿臣自作主张，不怪儿臣自作主张。怪你作甚？那是你该立的威。娘，你还没打算彻底放权吗？放权，洪昌，这把刀我替你握着，是你的底气。若我真放了，你猜那些恶狼会不会立刻扑上来撕碎你？我可以垂手接受你的馈赠，但你必须知道，我给你的，我可以收回；我留下的，谁也抢不走。儿臣明白，儿臣愿供奉娘亲千秋万代。千秋万代太累，等哪天我老的拿不动鞭子了再说吧。这辈子我当过女儿，当过将军，当过弃妇，也当过太后。你可以赌我的不忍，但你不能赌我的软弱。这天下是我的，命也是我的。